带你抓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议伦好，各位朋友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议伦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方恩格方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讨论一下哦。之前不是中国大陆有试射潜射飞弹吗？好，那当时我们也看到，原本大家都认为是巨浪3，不过我们的吴钊燮认为是巨浪2。他说他就是从我们台湾的乐山雷达上面有做一些这个讯息的侦搜。好，那我们看到1945这个网站因为它比较偏美媒，美国媒体这边他就说其实6分钟就是台湾收到飞弹袭击预警的全部时间。那他说这枚飞弹来自中国，会优先攻击的目标。好，它里头在讨论什么呢？主要就是台湾的乐山雷达。好，那当然这个雷达探测到中国的弹道导弹。好，那这个导弹呢，从一艘核动力的潜舰发射不久之后就被探测到了，而且有追踪它的飞行初期的阶段。那随后就跟美国共享了这个数据。那美国在导弹飞出铺路爪雷达探测范围之后，就陆续用了这个卫星来进行追踪。所以呢，战区网站就说这类的雷达攻击就是一次的警钟，因为大型固定的雷达十分的脆弱，几乎没有办法隐藏。那中国恐怕会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有可能就会锁定的是乐山雷达来进行打击。同样的警告也针对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好，其实我们从这一次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当中也有发现其实伊朗的第一集也是打相关的雷达，让他眼睛看不到耳朵聋了之后那后续的飞弹过来就没有办法精准的掌握嘛。好，那当然1945针对这就是这一次我们吴钊燮所说的我们从乐山雷达先追踪之后又跟美国共享，那美国后续再用卫星来进行追踪，又点出了一个更大可能台湾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乐山雷达可能会变成中国优先攻击的目标。好，那我们也看到新疆现在惊见美国的驱逐舰，怎么回事原来是中国在新疆的沙漠建造了一座极为逼真的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等比例的模型。好，这座模型可以协助中方来提升高超音速飞弹的瞄准能力。那也显示北京正持续的为潜在的冲突，尤其是台海战事来进行周密的准备。好，这是 CNN 的报道。好，那也有说现在中国大陆无人机很厉害嘛，他们现在创造一个小到像蚊子一样说这不是蚊子是间谍因为它微型仿生无人机，它可以50架编队分散式的侦察矩阵。好，我们来看，这是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研发了一款跟蚊子大小相当的微型无人机。它要做什么呢？就是做秘密监视，还有侦察以及隐秘的军事行动设计。那甚至可以通过3毫米的缝隙渗透进入到敌营军事的基地来内部侦察。那更以50架编队来形成一种分散式的侦察矩阵。好，那如果真的是已经有做出这样的话，那恐怕接下来防不胜防吧好，但是大家也是有看到一些缺点，包含续航力、能否抗风阻或是质地脆弱，可能是目前最大的技术障碍。好，那我们也知道最近台海、南海我们整个第一岛链其实也有一些危机感。那说美国的陆战队第3侦察营最近呢在冲绳的军港首度操作了一个新型多任务的侦察艇。好，它演练的就是岛屿机动，还有近岸的侦察，还有长距离的海上部署。那训练的目的在提升美国军队在第一岛链跟台海的情搜能力。好，那是不是沿着第一岛链部署的美国陆战队防区内的部队也正在积极的寻求导入战力更强的长程飞弹？有人说这个长程飞弹就是靶心，想要反制中国军队在潜在冲突当中可能带来的海上威胁。所以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这个海军作战部长科德尔，他怎么说？他说希望能够大规模的整合货柜化的筹载武器，要增强美国海军的战力。好，那目前看起来美国是有一点点
担心整个第一岛链的部分啦，所以呢，看起来动作也是蛮多的。好，但相对于美国的军药弹库还是告急的，所以呢，这个当然就跟美伊战争很有关系嘛，因为呢，美国虽然在伊朗战争当中消耗了大量的弹药武器，但是说其实还是保留一定的数量的反舰飞弹、潜射鱼雷跟逆踪精准的武器，但是以上种种并未让解放军攻台危险的程度下降。但是也说中国也不会踩入这个台湾陷阱所以看起来现在有一点点中美之间的一个角力。那华府如果避战放弃台湾，是不是比战败更惨呢？美国智库其实有揭露3重的崩塌。好，那他就说如果一旦台湾被中国掌控，美国就会面临3大难以逆转的损失。第一个当然就是先进的运算的这个领导权瓦解，因为我们有晶片，有 AI。好，那当然美国的外交公信力跟实际的投射力量，也就是第二个第一岛链会破防。那第3个则是错失下一代科技突破的机会。所以美国智库还有特别的直言说如果美国为了避免跟中国开战，选择放弃台湾的话，不一定会对美国比较好啦。好，那中国大陆现在官媒也呛瞎说域外的国家停止兴风作浪，说南海不是游猎园。因为最近这个南海仲裁10年的事情又引发了一些争议。好，那看起来中国大陆对其他国家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所以呢大家吵得蛮凶的。好，那现在日本搅局炒作南海仲裁的裁决，那暴露他再军事化的图谋。那这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指责了中国合法主张，而且高度肯定了菲律宾。好，那这件事情让中国的华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的主任陈宏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他说日本在这个时间点上跟非美等勾连大肆的炒作了南海议题，就是为了要将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从东海延伸到南海等行为都是共通的，所以暴露的就是日本再军事化的图谋所以现在看起来整个第一岛链都不平静那包含的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国大陆试射的潜射飞弹这件事情，看到现在还在发酵因为后续的分析也蛮多的因为有关于这个战情的部分，我们先问将军怎么看？其实这乐山雷达这个铺路爪雷达它能够侦测的范围距离确实是非常远甚至于包括到这个朝鲜他们试射导弹，都我们这边的铺路爪雷达都可以看得到，而且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掌握到将这个相关的情资分享给友邦的国家那这个乐山雷达站其实我不但去过，当年我不但去过，而且乐山雷达站的反特空计划是我写的当年我还因为后来我发现我们去写那个，因为它上面是空军嘛，空军不会地面作战，知道不会写这个地面作战，所以变成我们陆军要去指导他们，然后我就负责，万一他们被人家特攻的话，我负责上去救他们。后来我发现这难度很高我要求他们说，你们要在这边自己要固守2个小时，我才可以，我的支援部队才可以到得了。对，因为它很远，很远的，在山里面但事实上这不太可能说叫他们只有步枪没有重武器，然后要守住那个堡垒，要守2个小时以上，我觉得是非常难的。而且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山路里面，我们这个支援部队能不能够按时抵达都是很大一个问题。那我讲这个就是说，事实上乐山雷达站是很容易遭受到破坏的，而且一定是敌人在战时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攻击你这个雷达站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这样讲，而是从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次战争，我们就看得出来，伊朗第一波的攻击打的什么，就是美国的萨德系统的雷达站，不管是打在甚至于在约旦的雷达站在这个沙烏地这个国土里面的雷达站，他都将雷达站打掉。因为雷达站一旦被打掉之后，你眼睛就瞎掉，你看不到敌人的动态，敌人的飞机过来或者是导弹过来，你根本就无从去发现，那你就会缩短你预警时间。你只靠地面上面那些飞弹的雷达，你探测距离可能就没有到1-2千公里那么远，你可能就200-300公里。当敌人这种超音速的飞弹已经接近到你200-300公里，你才发现的时候，你这个应变的时间就来不及。所以乐山雷达站它的优点在什么？它可以增加很多预警的时间。我们知道，我们台湾来讲，这个两岸之间就台湾海峡纵深非常短浅。那如果说是我们不能争取到
这个更多的预警时间，其实上是很难有反应的。将军，你像人家觉得只有6分钟对。事实上，如果说万一他如果说被摧毁的话，我们可能连6分钟时间都没有。这次以色列，它不是因为这个在约旦那边萨德系统的雷达被摧毁掉之后，我们看到以色列遭受到伊朗的飞弹攻击来讲的话，它预警时间从开始发布预警时间到真的是发布空袭警报，大概只剩下1-2分钟时间哈。这差别就是这个乐山雷达站功能在这个地方。第二个我讲哈，这个蚊子这种小型的侦察器，其实上是很厉害的。怎么讲呢？我们知道作战讲西式 ISR 哈，所以西式 ISR 什么是这个指挥管制、通讯、情报、资讯、监视、侦察哈。那这个很容易最好做的什么？除了说是它可以做侦察之外，它还可以做监视。监视事实上是对我们军事行动来讲，其实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它停在那个地方，你不要看它小归小哦，它可能它停在那个地方不动的话，它这个耗电能力是可以停很久时间的。那它一直停在那边看着你，那你根本就不晓得干什么。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开玩笑讲话的例子了哈。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营区指挥官哈，如果说跟上次的南部8军团某一个上校旅长一样，房间里面给你放一个，你晚上不假离营，我跟你讲哈，你什么时候离开营区的，离开办公室门口，什么时候回来的，那个资讯马上就传出去。如果说你在不假离营，那当然如果说是战车往哪边移动，或者往哪个方向去反击或作战，当你被这个小东西侦测到的话，它将这资讯传回去，就会变成情报，所以对军事行动影响是非常大的。但现在很多武器都是讲究微型化，哈，大的无人机它可以做攻击使用，那这种小的这种微型的侦测器，它可以做监视跟侦察，其实对军事的这种作战的功能都是非常大的。是，好，永明教授怎么看呢？其实现在整个第一岛链哦，就从日本、台湾到菲律宾，我的感觉已经形成一种叫做代理战争线，也就是你看到这几个国家地区一直延伸到菲律宾，甚至再往东南亚走，在军事上，基本上现在的这几个国家的政府都是在抗中，然后呢，政治上、外交上。两岸关系也是如此，以及在经济上，某种程度其实也是跟中国在进行抗争。那中国大陆也对日本在军事化采取一些出口管制，至少针对军工产业。然后呢，整个社会的氛围，其实这种对于中国大陆的负面的观感、民粹的这些诉求非常强。那其实韩国如果不是尹锡悦自己搞这个戒严哦，他如果尹锡悦还在位的话，韩国也是在这个代理战争线里面哦。因为李在明他是维持了一个战略的平衡，可是韩国自己它内部的民意对于中国大陆还是负面偏高。那你这个跟像东南亚大部分国家跟全球南方国家其实不太一样。所以为什么在第一岛链你看形成一种代理战争线？可是我们真的要去在中美之间的军事对抗去做代理战争者吗？因为美国是真的现在把他的大军都压在第一岛链吗？美军还是如以往的这么的强势吗？而中国大陆还是跟20年前一样，没有什么太军事上让人这个关注的地方吗？我想你大概的答案都不是吧。美国在伊朗战争当中，它的整个军事的霸权，海峡都无法控制，现在又成另外一波新的对抗。然后呢，你看到盟邦国家跟他之间的关系，它都已经产生了责任移转，像北约要你自己担负责任，安全防卫的责任。那在第一岛链呢，美军其实某种程度已经有一点在减少相关的部署啊，只不过是增加演习。因此，透过日本、台湾、菲律宾自己本身不断的在制造一些冲突事端，然后你就看到他在跟你增加演习。可是美军在这个区域有增加部署吗？那更不要说中国大陆这边，解放军过去这10年来的军事的发展，已经很接近的向美国成为另外一个军事的这个强国了。而他最近的这个巨浪3型，我再讲一遍，它是巨浪3型的这个测试，也就形成跟美国之间的核子贺主。所以中美之间它
它不会直接发生军事冲突，就算传统军事冲突都不会发生，因此就需要一个代理战争线。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代理战争，台海的代理战争的场域而已了。我们现在看到，从日本、台湾到菲律宾了，也就是从东海到台海到南海，成为一个代理战争线。可是我刚刚这样分析下来，那我们基本上等于是在这个第一岛链跟中国在做对抗。美国它真的有安全上的这个协助吗？除了美日安保这样情况之外，可是到底这个第一岛链国家的利益在哪里？如果你要形成跟中国大陆一个全面抗中的第一代理战争线，安全利益有吗？军工产业有，经济利益有吗？本土产业或者是跟中国竞争的产业有。最重要的是，那政治的利益在哪里？政客的选举跟民粹。所以我们要看这整个大的地缘政治这个变化很奇特的是，美中的军事形成一种核贺主的对峙，然后呢，美国在减少第一岛链的部署，结果第一岛链国家现在自己跳起来变成代理战争线。所以代理战争线今天听到这名词蛮有这个味道的因为我们每次讲第一岛链，但现在其实它看起来就是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个中间的这个角色啦，所以呢，尤明教授说是代理战争线，蛮特别的。那方律怎么看呢？有关五角蟹他在 X 火药的发文，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我们上节目前，今天下午2点55分，他刚刚又发很重要的情资，是什么情资呢？他说他发文写侏罗纪公园演员 Samuel 过世，他会很想念他了。但是这个 information 这个 news 已经是昨天大概24个钟头前已经出来了，所以你看我们台湾这个国安会秘书长他看的东西非常非常广泛，连侏罗纪公园的人离世他都非常在意对，但是他最近除了这个导弹测试之外，也有机制有公布中国船的动作。那他每次公布这个情资，我都会回应说，你没有说你的消息来源是什么？那当然他不一定要说是乐生那边，但是至少我认为他要说是我们台湾政府得到的消息，要不然大家会有质疑，是美国给你吗？美国说你刚刚老师说什么代理了？那是美国给他或日本给他，然后美国是故意通过台湾公布吗？还是台湾自己的 information？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要分享一下这个 information， 才会有 credibility， 才会有这个可信度。对，尤其是后来就有这个是到底是九郎2或者九郎3的巨浪2或巨浪3，对的，这个争议已经延烧好几天，因为他在第一时间他立刻说是巨浪2，他没有写清楚说 maybe we don't know， 或许是2，或许是3，他没有，他就直接说很肯定，是非常肯定，他的写法是非常肯定。但是说实在，我刚刚要看他上礼拜那个贴文，有订阅是不错了，12万左右，但是转发不多了，不到400有转发，那就显示其实很多人认为他的 information 不值得转发了。好，所以你看方律其实有点质疑，刚刚有明教授老师也是质疑因为我们看到蛮多还是认为是巨浪3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真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啊！为什么？因为之前他去年不是发动了关税战嘛，结果现在砸自己脚。我们先看到美国的联邦法院裁定说川普先前控告国税局的诉讼是企图操弄司法程序，并非真正解决法律的争议，所以撤销相关的和解协议而且要求对涉案的律师来进行惩戒。好，也就是美国的法官撤销了川普国税局的和解案而且还批评他滥用司法，不得主张免查税。好，那现在美国的6月预算赤字来到1200亿元这是美国财政部的数据在
年度首9个月就前9个月，好，那预算的赤字是1.37兆美元，按年扩大大概2%，好，单季6月的预算赤字是1200亿美元，好，受累于关税的退税，但其实去年同期则是录得了270亿美元的盈余，好，所以去年是有盈余的，今年却变成赤字，所以这样一来一回真的差得很大。好，那现在也有《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说苹果去年成功的避开美国政府对进口半导体课征100%关税的关键。就在于他答应让 Intel 来生产 Mac 跟 iPhone 的晶片，这项的交换条件让苹果成功省下数十亿美元的关税成本。好，所以关税不但没有让美国更伟大，反而变得更穷吗？好，那现在欧洲市场也被中企全面占攻。好，我们看到的是德国的这个梅尔茨他就讲说，面对一个人为操纵本国货币汇率的竞争对手，他说无论欧盟多么的创新或表现多么的优秀，都没有办法在竞争当中取胜，所以他们目前正努力要跟中国来对话，试图说服中国允许其本国货币的自由浮动，也就是希望能够放宽人民币汇率的管制。好，那欧盟现在对中国的电动车加征关税之后车企反倒加速的回流欧洲来生产。好，其实就是欧盟在2024年秋天就开始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来加征关税，结果呢，西方的汽车制造商明显加快了把电动车生产转回到欧洲的步伐。那除此之外，现在法国的鹅肝因为我们都知道鹅肝法国最有名结果呢，他们也面临了中国对手包揽全球45%的份额所以业界说可能会改变整个行业。好，《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目前年产鹅肝大概是1.1万吨。好，中国依靠规格化的养殖来进行成本的优势之后，就打开了市场，所以占全球供应量大概是45%左右，那也成为全球最重要鹅肝的生产国之一所以现在法国也很担心说哇，面对中国鹅肝来势汹汹的话，他们是不是越来越没有竞争的优势了？好，那中国的鹅肝产量恐怕会挑战法国的龙头地位，甚至连鱼子酱跟松露的产业，现在中国也是全面的扩张。那中国最近也在鱼子酱、松露等高端食品的领域上面快速的发展。好，所以国际的贸易中心数据就显示，去年中国企业占全球鱼子酱的出口大概是40%。好，那中国松露的出口量从2022年以来也增长了超过3倍。好，所以呢，为什么？因为呢 CP 值高嘛，所以大家对于 CP 值高的东西当然就要选择。但是过去西方很常把中国制造就是 MIC 以这个低品质来进行联想，但是最近看起来不一样这几年中国是以更具竞争力的品质来打进市场。好，但是西方还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在去中化，主要你可以看到欧美去中国化的代价有多大呢？机构说未来25年必须要投入23兆的美元，那甚至制造业上下通吃，中国大陆遭批挤压全球南方市场。也就是因为最近有一些国际媒体提出说中国挤压的概念，认为中国的制造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压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不过这引来了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说法，他说中国始终毫无保留的分享经验，也帮助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那看起来西方国家是想要见缝插针来达到一个去中的目的吗？好，有人有这样的质疑。好，我们看到了，我讲到多行不义必自毙。我觉得川普的关税把世界搞得大乱，结果他自己也没尝到什么甜头。好，我们先问永明教授怎么看呢？现在的中国制造，我觉得已经跟我们的台湾制造、日本制造、德国制造，在很多的产业其实是有相当的竞争力的。那你看到它在很多的层面，像是电动车、太阳能板、锂电池，甚至稀土加工、高端的产品，如松茸或者是鹅肝，还有呢就是鱼子酱。日本的松茸现在有很多也是大陆在生产的，它已经具有国际的这个竞争力，而它价格成本又相当的掌控。为什么呢？第一个，整个供应链体系的这个掌控跟完整；第二个呢，
是它的规模经济，因为中国大陆自己本身的国内市场非常的庞大啊，所以第三个呢，成本的优势，因为它整个供应链群聚的效益在中国大陆非常的明显，所以它对市场的反应，然后呢成本的掌控都这个较为有效，所以呢它的成本也比较低。那用成本低的时候呢，你在国际的竞争力当然就更强。那当然还有一个技术的追赶，其实也逐渐的跟西方的这些产品开始在做竞争。因此过去大家会觉得，中国制造好像跟我们欧洲制造的东西是在不同层次的这个市场结构，但现在不是了，现在已经要去蚕食掉，甚至要去取代欧洲的这些产品。那你怎么办呢？因此，当德国的总理批评说这是一个人民币超重，可是事实上如果这段时间你有看到人民币的汇率变化，它其实是强劲升值但是是稳定的，就是缓和的，就是这个过程。那像在去年的时候一直都是7，现在来到了6.9，市场上预期在今年下半年会来到6.8对1美元，所以它人民币还是有升值。那你说这个操控货币，哪一个国家没有去影响货币的这个汇率呢？所以这其实我觉得倒不是关键，而且汇率倒不是中国的产品的竞争力的最大的关键，而是它本身的品质跟它的整个供应链。那因此你这个时候说叫去中国化，这不可能做得到的，因为你最多可以去风险化，也就是说在某一些产品上面，你要避免你的竞争力受到削弱，你当然要强化你自己本身竞争力跟你这个成本的控制。可是也的的确确，中国的产品是来势汹汹。在英国，今年上半年整个电动车的发展中国大陆的小米、吉利等等之类是已经突破远远超过特斯拉其他的电动车，而在电动车相较于传统的这个燃油车呢，又增加的非常快，尤其因为现在欧洲很热嘛，对不对？对。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时候你要讲去中国化，不如讲去风险化，让自己的产业怎么样增加更好的竞争力，然后呢，更好的就是在国内以及整个国际的这个销售的情况。因为你现在要去完全摆脱掉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倒过来它会制裁你，像是稀土，你就面临到一个很大的这个困境。所以呢，搞到后来其实不是说你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去中国化，而是你自己本身的产业结构可能都受到冲击影响。是。老实说去中化不如去风险化。好，但是我觉得政治就是人性，要提升自己是很困难的，批评别人比较容易啦。将军。这川普我们在台湾经常会讲一句话，就是说法院是谁家开的那这国税局不晓得，美国国税局不晓得是不是川普开的？他什么呢？他去告自己的国税局，他总统自己去告自己国税局，告他什么呢？因为说你国税局泄露我的这种缴税的资料这个，那我就去告你泄露要求赔偿一笔很高的一笔金额然后最后自己当总统自己跟告的国税局和解以后，叫国税局要赔他一笔钱。当然，美国还好，法院不是他开的，法院就制止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川普他根本在当美国总统，他根本就是把全国的整个国家的机器当做他的敛财的工具了。那现在我觉得欧洲跟中国的贸易，我跟你讲，欧洲真的是没办法了，没救了啦。怎么讲呢？第一个这个我们从之前我们都一直认为欧洲跟中国在贸易方面来讲的话，大概比较会有争议的，譬如说是这个干净能源电池或者是电动车或者是汽车这方面比较这个企业方面大的东西在彼此做竞争，然后在这方面打不过中国。但是现在你看看，现在居然连农产品都竞争不过中国。鹅肝其实不只是鹅肝不只是我们讲的鱼子酱这些，前2天还有一则新闻更有意思，我看了这个瞠目结舌，连北京烤鸭它都这个都卖到欧洲去，欧洲都受不了，都说中国这个产能过剩。我不晓得养鸭怎么会养到产能过剩可是你知道中国来讲，它第一个它就是有10几亿的人口，而且这些人都是非常勤奋，也非常会用脑筋，知道怎么样去做生意，生产出来你最需要的东西。我举一个
最浅显、最近刚发生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中国做了冷气机那种移动式的冷气机，它等于就是替欧洲量身定做的了。我们一般冷气机不管是这个分离式或者是壁挂式干嘛，都是在户外嘛。但是他就知道说，你欧洲现在来讲，你限于国家的建筑法规，你一些古迹是没办法打动的，你工人很贵，他就设计一个什么移动式的冷气，让你可以推来推去，然后不但设计出这种冷气，配合替欧洲量身定制它所需要，而且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它立刻上架生产了好几万台，然后而且用最快的运输方式，用中欧班列，现在已经送到欧洲去了让欧洲可以解这次的夏天的燃眉之急啊。对啊，但是呢，每次都是说身体嘴巴说不要但身体很诚实，还是得要啦方律怎么看？川普这次有点不幸运，运气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联邦地方法院这个体系，你有一个案子，那法官是抽签而选的，那这个法官他是奥巴马民主党籍总统提名的，那就是左派的法官，所以too bad for Trump， 他这次碰到一个不友善的法官，所以如果他运气比较好的时候，那抽签的时候就会有保守的法官就没事了。那我要看上诉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因为这个算是台湾叫做一审而已一审对，所以上诉之后，那说不定会有这个反转了。但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啊。但是如果真的到最高法院的话，那应该没事了，因为最高法院保守法官都与左派的法官。所以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束了。那有关中国跟欧洲的这个贸易关系，我相信之后不管是汽车或其他的中国商品，那欧洲会说我们对你不满，那我们再加关税，还是会有类似的动作。但是有几个问题，第一，有很多东西是欧洲本身自己没有资产的东西了，这些东西还是中国还是算是世界工厂的东西，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取代，这个也是事实。欧洲消费者跟全球都是一样的，都想买便宜的东西。对啊，对。那另外一个问题是，算是欧洲领袖，不管是左派右派，今天谁执政？企业界还是很想在中国赚钱了，所以这些政治人物还是会有企业界的压力，不要惹怒中国，因为他们不管是他们的汽车行业，尤其是 BMW、Mercedes， 过去在中国赚很多钱，金融界或其他的行业都一直想在中国赚钱。那中国也知道，其实他们有一个快速的解决的方法，那是什么呢？突然公布好了，我们卖几架空巴好不好？那如果今天中国说你这样子呢，我们不买空巴，我们去买 Boeing， 川普也会很高兴。那欧洲政治人物会非常非常紧张的，因为他们知道空巴是在欧洲是非常非常大的，不只是空巴本身，还有整个供应链呢，是很多工作机会，而且是跨国的一个供应链。不只是在法国那边，所以中国有这一牌可以打。对啊，而且中国牌还不少而且看起来这个欧洲还不能没有中国，因为中国市场真的很大。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美伊之间现在又有一些变化，而且每天都有一些更新，我们就为大家来看其实呢，就是海盗自杀无人艇攻击了伊朗的军港设施。好，这是美军使用3艘海盗无人艇，成功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的一座潜舰跟这个舰舶维修的设施。好，所以画面曝光它以更多的视角方式呈现，那象征美国运用自杀无人艇的军事能力。好，那现在美国的这个美军空中集结也大曝光说12架军机已经现踪在中东。好，这是 Flight Track 24的航班追踪的资料显示，至少12架美军的军机在当地时间14号的凌晨，在中东的上空来执行飞行的任务。好，包含一架E3B 的哨兵空中预警管制机，还有一架
美国海军 P8海神式海上巡逻机是盯了600个目标。那川普当然现在也是呛瞎说要重击伊朗，而且连2天，甚至还加码威胁。我们来听他怎么讲。他说这是可能的攻击目标，那也说美军正密切的关注这个目标。不过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的动态。他称伊朗的核子项目的状况是不太好的。好，但我们就要看伊朗这边怎么说，因为他们的外交部就说要为伤亡伊朗人复仇。这是他们的发言人说要为遇害的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米尼所在的美以袭击当中伤亡的伊朗人来进行复仇所以看起来又是隔空互杠，然后有一些零星的军事冲突。那伊朗现在也大规模反击他们的革命卫队宣称以飞弹跟无人机攻击约旦空中军事空中基地数座的飞弹库跟燃料储存的设施，那且彻底的摧毁科威特的空军基地的爱国者防空系统，还有燃料储油槽跟 FPS 的战略雷达，那甚至还攻击了巴林的美军设施以及阿曼的2座雷达系统。所以有相关画面，刚刚也大家看到。好，那伊朗军队说他们针对驻科威特美军有发动破坏性的无人机攻击，甚至有透过防空系统在阿巴斯港的上空来击落美制的 Lucas 自杀式攻击无人机，而且是精准的击落它。那这个美伊冲突最重要的关节点在哪里呢？当然就在赫姆兹海峡。赫姆兹海峡现在美国不让，伊朗也不让就会变成一个冲突最大的核弹爆点。所以我们看到川普的赫姆兹保护费也要开始收了，收多少呢？说一艘邮轮要付9亿元这个9亿元是新台币已经换算过了。好，这是传出的报道说还有要求美国要变成是赫姆兹海峡守护者。那说要这个货物相当价值的20%的保护费，所以如果是个载满原油的邮轮，每艘恐怕就要支付大概是3000万元的美元，相当于台币9亿。好，那当然有船长说这种收费简直就像是拦路这个抢劫。好，那有人说川普才是真正的海盗好，那美国可能会接收赫姆兹海峡收20%的费用。如果成真的话，预估每一天就会入账79亿元，相当可观。所以赫姆兹海峡也算是一个金鸡母，伊朗也这样认为，美国当然也是这样想那伊朗的外长则是酸说太贵了，他们会合理收费。那合理收费到底是收多少不知道，但很肯定的是这些船都会被扒2层皮啦好，那川普收保护费，波湾国家也是很无辜被受连累因为川普点名了中东的4盟友要收保护费包含以色列、沙国、卡达跟阿联酋。他说美国希望得到一些补偿因为我们正在保护全球一个非常富裕的地区，甚至正花钱当中所以要求这些国家支付安全的保障费用。好，安全是借口实际上就是要拿钱就对了好，那美伊战火外溢中东，现在有3个国家，巴林、科威特跟约旦都有通报，已经因应空中威胁采取了拦截或是防御的措施。好，但是因为战火持续的扩散，所以可以看到最符合大家可以看金融市场的就是全球的油价基准布兰特原油上涨了3.6%。好，这些都会是一个未爆弹。那当然我们看到了现在在军事上面的一些冲突又增加了。好，将军怎么看目前美伊的战事呢？这个美国川普这个他本来叫他去开放荷姆兹海峡，当世界警察的结果没想到这个警察自己去当海盗自己要去抢这些油。但是我特别要讥笑川普，我就吃定你没这本事。为什么？你要当海盗吧，你自己连海盗窝都被端掉了。他的海盗窝是在哪里呢？他的海盗窝就是巴林是第5舰队的位置。我们看到这几天伊朗不停的打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巴林，就是将你美国在这个第5舰队的司令的位置将你打掉。那再来我们讲到技术层面，你如果说美军你靠这些你不说你在那边是有航空母舰，是有伯克号驱逐舰这些还有潜艇，但你用这些船，你怎么去对这些商船、油轮做临检？开玩笑，那些
经过荷姆兹海峡，不管是油轮或货轮，每天是这个几百艘在那边过来，那你是一对一去追吗？这个大家不要看那个地图上面一点点，真的阿曼湾这个南北宽度有将近上千公里，这么宽一个海域，你用军舰去追人家货轮，可能可以拦下来1、2艘哈。可是你真的有办法说每一艘船都能够拦得下来吗？但是我们反观哈，伊朗来讲确实有这个能力，因为它整个荷姆兹海峡它就有在地的优势，荷姆兹海峡就控制在它手上。那你要走这个南边阿曼湾那边，我就攻击你，那你就必须要走我北边这个而且它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岛。叫做有一个哥斯姆岛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叫拉拉克岛。美军原来在地面作战就是要打拉拉克或者哥斯姆，控制荷姆兹海峡。但是川普，你光讲要收费，你第一件事情，你先把哥斯姆岛用地面作战把它拿下来，你再来吹这个牛，还来得及哈。那第二个，我们看。其实这次为什么美国跟伊朗又打起来？你知道，任何军事行动后面一定有军事目的的，政治目的的，绝对不是说没有政治目的，军事上面想打就打。伊朗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尔后来讲的话，他要控制整个荷姆兹海峡。荷姆兹海峡，他把它当作他这次跟美国跟伊朗两边的战争之后，他的战利品，所有船只要经过这边都必须要经过他的同意，他就具有这个地方话语权。那你美国这个有任何反对，有任何船只不按照他经过的路线来走的话，他就打你。第二个，我们看到他现在伊朗打的，我觉得打这个目标非常有意思。第一个，我们看到他讲打这个约旦哈，那我们也看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是说，这个波斯湾上空总共有12架的美国军机。对，你知道这些军机从哪里起飞的吗？就从约旦起飞的哦。约旦起飞，你要这些预警机，因为它第一线包括这个我们讲的美国在中东地区波斯湾沿岸的美军基地，几乎都已经遭受到攻击了嘛。不管是科威特哈，或者是阿曼或这些已经遭到攻击，所以它的这种2线的飞机也就是预警机、侦察机、加油机这些都停在后面这边靠近约旦这个地方。但是人家伊朗就知道你停在那边嘛，所以他这时候在打约旦当你的基地被打掉以后，你连这些这个后勤支援作战的飞机，我看都很难起飞。那我们现在看到，你地面作战你不敢打，根本没有地面作战，然后制空作战，你现在约旦空军基地被打掉，科威特基地被攻击，制海作战，你的这种巴林的海军基地也被打掉哈。那在这种状况，制空制海你都没办法取得有利的态势，地面作战你又不敢展开，我不认为说是川普有这个能力去对通过荷姆兹海峡的船只收过路费。好，所以这个将军不看好20%，他收不到啦哈。永明教授呢怎么看？那他收不到。哦，你也觉得收不到？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川普再一次的对伊朗展开攻击，他就是再一次的自取其辱。哦，刚才将军已经讲了，在军事层面，这也都是真的。那他在昨天致函给美国国会说，我接下来从7月7号已经开始对伊朗进行攻击，所以换言之，依据美国的战争法案，他接下来60天他可以不用国会的授权跟同意之下，他继续的打伊朗。他为什么做这个动作？一方面是满足美国内部的法律跟政治程序，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伊朗在持续的施压。而他的信件里面，《纽约时报》把它揭露说，我们会采取有限度且适当的攻击。那是什么意思？他不会打全面战，他不会打地面战。如果你不打全面战、地面战，那你跟从2月28号打到现在有什么差别？而你是越打越弱。现在这个战争开打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民间评估美国花了1130亿美元，就战争已经花了500亿。那之后的库存以及基地的恢复至少到600亿。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你还有这一些足够的爱国者战俘或者是战舰，林肯号都已经离开港口，没有办法靠港208天了，官兵都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再正常作业了。因此，你现在再用一个极限施压，为什么呢？就是荷姆兹海峡，因为伊朗已经开始在这个6月17号到目前为止的3个礼拜，放了大概30%的船舶的通行量。那可是呢，他是开始成立了管理局，他也画了一个航线，比较靠伊朗这一边。美国这边的要求有一些船商，你不可以走那个，你要走靠阿曼南方的这个水域。就伊朗呢，就在大概7月初的时候，攻击了3艘那当然不是非常严重的，可是美国呢，就从7月3号开始连续3波就开始在攻击伊朗，那伊朗当然就还击。伊朗今天
更在国会也通过了一个叫做赫姆兹海峡战略法案，也就是说，他觉得赫姆兹海峡已经就变成是在法律上要由伊朗来去做控制的。那这种控制，它也只不过是做航线，要求一些服务费。但是呢，当然美国都了解到，一旦这个赫姆兹海峡不是美国掌控，而伊朗能够有影响的话，那整个海湾地区的国家美军的基地还要搞什么啊？大家也不跟你美国这个维持安全联盟了。而且伊朗在真的跟你讨论那个协议之后，它就变成中东的大国了。那当然对以色列的安全的影响也会产生冲击。所以对美国而言呢，这不可能让的。为什么？海峡怎么可以让？这牵扯到能源、经济跟地缘政治的秩序。还有呢，伊朗这种世仇，就我跟他打一仗，他现在反而变成地区的这个大国，那不能接受。那当然，以色列的安全也是美国政治人物的考量。所以我是觉得现在的关键就是在赫姆兹海峡的这个掌控。可是呢，目前是没有船舰通过，所以谁都收不到费。但是呢，这个能够持续多久？因为还是会对国际能源跟经济产生冲击的。我们今天台湾的股市就受了影响，对不对？所以呢，大概接下来这1个礼拜不到2个礼拜会是个关键。那可是呢，接下来我觉得一定你要让2成3成的这个通行量要持续，否则的话呢，国际社会还是会受不了的。对，而且那受不了，大家就不知道怎么办。尤其我觉得川普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下台了哈。我的下台是指说怎么样结束这场战争。好，方律怎么看？我跟杨老师的看法有点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国际社会虽然不希望这个战争又重开了，也不希望和睦海峡被关闭或付费，不管付给伊朗或付给美国，这个也不是周边国家或国际社会想要的下一步。但是我还是认为国际社会是站在美国那边，没有站在伊朗那边，因为他们知道麻烦制造者还是伊朗，不是美国了。为什么？怎么说？为什么最近几天美国有这个必要再次轰炸伊朗？因为伊朗是攻击货运船的，所以这个问题是在伊朗的手上。其实这次我觉得是不能责怪川普，战争开始你可以说是川普发动的，但是为什么上礼拜这个停火协定60天突然是破裂？那我觉得错是在伊朗，不是在美国。加上伊朗他们报复的行为真的有过度，开始报复往左边的国家了。那左边的国家也受不了，所以虽然他们还是不敢明确公开表达美国是错的，他们也不会明确表达伊朗是错。但是背后我还是认为周边国家还有国际社会是认为 troublemaker 麻烦制造者是伊朗，不是川普总统。所以方律的想法跟永明教授的想法不太一样。好，但是我们要讨论到的是说，因为刚刚讲到嘛，如果这持续封锁没有维持到3成的出运量的话，可能接下来全球经济可能还是会产生一些问题。那现在方律你怎么看？到底美国对这场战事的掌握程度是如何？这个是一个大的问号，因为川普现在因为已经是7月中，现在最担心的是选情了。那不光是他有在 care 吗？他现在是开始 care， 当然是要 care。那选举办完选举之后，他可能不会，到时候是不会那么在乎。但是从这个时候到11月初，他当然要担心，因为会有共和党议员的压力会影响到他们选情。所以，但是他现在一直打这样子，不是会对他的选举就造成影响吗？其实他最担心的是生活费这个问题，尤其是油价了。对，这个是他最担心的。那战争，他不希望在选举期间美国有正在战争了，但是那个是可以接受的。他最担心的是生活费跟油价的问题。因为会造成通膨嘛。通膨对那就会影响到选民投票倾向了。